店，我真的是损失很多，我甚至还要跟我妈妈借钱。我跟他讲，你很勇啊，不过现在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们老一辈的不一样了。他照的脑出来就是脑瘤肿瘤了，那个肿瘤很大，就要马上开刀了。就觉得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做。这家店制作咖喱饺的秘方已传承到第3代，由41岁的郑美兰和65岁的母亲胡秀清一起坚守从外婆那儿流传下来的独有味道。我们的第一间店，阿嬷开始的在 Eunos Crescent， 大概1992年。我阿嬷，因为她跟很多马来人在一起嘛，你就看马来人做的是一波一波嘛。还没做咖喱包之前，她是卖丢猪米的，所以她就是卖鱼圆面。有一天就是 just 做咖喱包啊，然后做了之后没有卖，是给大家邻居这些一起品尝。然后之后，哎，不错啊，每个人的 comment 都说不错，就 maybe 就开始星期六、礼拜天就只做咖喱包。美兰口中的阿嬷，其实是她的外婆林赛凤。早年，她将咖喱饺做成元宝的形状，并以酥脆的外皮和湿润的内馅吸引顾客，从此成了摊位的主打招牌。并在90年代将手艺传给了美兰的母亲。他一开始想要做咖喱包，我就帮他了，几时我都忘记了，因为以前的人没有这样多 question mark 了，没有 why 了，也是开始做也是很辛苦，没有人帮。我跟我妈2个做到流眼泪。我妈妈的要求是蛮高的，她要你们做到美美，她的那个捏那个花纹啊，她要捏得很细。一个咖喱包嘛，最少要28到32个，要细细美美，就好像要一个元宝的形状这样。咖喱饺生意背后有个默默支持的男士。每天早上7点，店门打开之前，秀清的先生郑元全就会准时准点地把他再送到店里，准备现做现卖的咖喱饺。勤耕多工，以前搓米粉我一次可以搓2公斤台，我用手搓。以前的面粉是用手搓，没有机器搓。连炸也是用手，要一直站在那边看。你要一直站在火炉又烧哦，等一下它炸不完它会浮上来哦，连你要注意看它会要翻一下，给它炸的才会 balance 嘛，不然一边白一边黑。美兰平时除了照顾女儿，其他时间都花在店里。这家茶餐厅在2代人的分工协作下，将热腾腾的咖喱饺送到顾客的桌上。小时候都是妈说走，我去帮忙，她叫还有阿嬷叫，我们都一定到，就帮几个小时也好嘛。因为你讲真的，你看他们做都是很辛苦，因为每一粒咖喱包都是用手，就是手工。小时候去帮他玩玩，现在妈妈帮我就不一样了，压力了。当然啦，有些因为。当然，从以前到现在啊，我们应该是要做的更进步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每一天，有妈妈在，她当然会保持那个quality啦，不可以乱来啦。美兰原本是一家小型企业的秘书，在26岁那年决定接手咖喱饺的摊档。那时是阿嬷说，不然要这么辛苦了，就因为只剩他们2个人做。他的也有年纪了，我就刚好跟他说，不然这样了，我回去辞掉我的工，辞了之后我
来帮你们全职，帮你们做咖喱巴。我阿嬷就很搞笑，她就以为我在说笑，她就讲不要啦，你在外面好好的工作，不要这么辛苦啦。那我就说 OK 啦 OK 啦。其实我也很知道说她很想守这个生意。我也是讲了，做 office 比较好啊，整天可以打扮美美，好像我们做生意哦，根本没有机会给你穿到漂亮的衣服。2016年，美兰在东海岸路物色到如今的这家店铺，她毅然租下，作为一家以咖喱角为主打的茶餐厅。自此，从摊档小贩升格成茶餐厅老板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顺遂。拿了这间店之后，我就觉得说，那当时好像没有一间店是可以坐下来让人家品尝咖喱包，因为咖喱包每个人的 concept 都是带走啊。那如果我们可以做这，让顾客进来店里欣赏咖喱包，还有喝一杯咖啡，坐这慢慢欣赏我们家里面的故事。一开始我们就真的只卖咖喱巴、咖啡这一类，可是讲真的，你要人家买咖喱巴而已，真的过不了。我头1年开店，我真的是损失很多，损失了2年，我甚至还要跟我妈妈借钱，真的要借钱来维持。就是以前老人所讲的，有10个洞，只有3个盖。就是这个盖来盖去，怎样盖都盖不满。你懂啊？等你没有钱的时候啊，1个月过很快，很快就1号，很快就1号。所以很多东西你就要烦孩子啦，然后他们上学啊这一些，可是都还好，都有他们支持。所以慢慢就叫我妈妈想怎么拿一点米香，就我阿嬷以前有教我们的那些娘惹的食物，就慢慢开始在店里卖着，不错啊，就可以 cover 一些 cost。他做东西是这样的，他没有跟你讲的。我跟他讲你很凶啊，不过现在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们老一辈的不一样呀，就是让他去冲哦，看他冲得过吗？不过开始很辛苦啊，也是我们熬了几年才过来。这样放弃我觉得很浪费。你看我们毕竟苦了3年嘞，就像阿嬷从年轻辛苦到老，那我们再多3年也不会多啊，这样子的意思啦，那反正我家里的人都很支持，那我们就一起努力，家人是美兰最坚强的后盾，需要的时候，全家就会总动员齐帮忙。在店里，除了妈妈和舅舅，还有她的妹妹。2妹负责店里的事务，小妹则帮忙照顾姐姐的孩子。我是在家里的第2个，排第2啦。美兰就是那个 CEO， 她就是那个 make 那个 decision to move in 哪一个 direction。美珍就是最小的啦，美珍就是那个 CFO 理财的，所以她就会讲这个可以花，这个不可以花，你们花太多了 etc。然后我呢就是那个 COO， 就是做那个 operations 啊，谁需要看医生啊，什么时候啊，安排什么东西啊，通常都是我在做。I'm the brain of the family 啦 ，basically。所以我就是做那个后面的，他回来会跟我说遇到什么，然后因为我自己在office 做工的，所以我就会 share 那个 experience， 然后我在 back end 跟他做costing provision，projection for the next few years for the business something like that 啦。我是那个家里陪玩的人，基本上。
就我姐的小孩，2个姐的小孩，就是周末有时候会带他们出去，然后他们想要去玩什么，我就会带他们去运动啊，可能我时间比较多。我看到我姐姐跟我的这个子女呢，他们的搭档的时候啊，就像我跟我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啊，那种有精有彩，又有骂又有喜那种感觉。他们母女可以相依为命，合作做一件生意啊，我也替他们很高兴啊。在周末人多的时候，美兰和母亲几乎12小时都待在厨房，马不停蹄制作咖喱饺。茶餐厅不只是一家子维持生计的地方，也是凝聚亲情的场所。我们的 family value 就是 family first 啦，最重要就是在出现情况的时候，每个人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家里的人。其实，在家里哦，我们是真的是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的，没有讲，我们就是看你这里需要帮忙，我们去那里鼓动；你那里需要帮忙，我们去那里帮忙，也没有说真正开口说需要我们做什么东西。我们看，诶，不够人手，我们就自动去那里帮忙。除了守住传统的口味，美兰也尝试创新。在开店后，为咖喱饺设计了多种馅料。从咖喱味发展成6种口味。其实那些口味来自我们这一代的人，因为我觉得虽然阿嬷的 signature potato chicken curry 包跟 sardine 还是那个最好卖的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有些人有些辣的不能接受，连现在新一代的人都喜欢新的尝试嘛，所以我才有那些 custard、durian 跟 oda 这样子。其实我们偷偷做也没有很多人可以接受，就我们就做一点试试看。偷偷一开始的话，我们就送给那些 regular， 就那些 customer 来，我们就给他们试吃。试吃的时候，他们觉得 OK， 他们会买。因为现在他们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们当然不一样啦，我们只是说，哎呀，我们做咖喱波1、2样口味就好。现在年轻人讲，如果你死做1、2个口味啊，你做不到年轻人的生意。也是认同他们的做法啦。我母亲有影响到我们的，不只是影响我，我看影响我们3姐妹。就是可能我们从小都跟她一起去跟她做生意，阿嬷、妈妈，他们都很耐做嘛，所以我们的很耐做都是从他们那边传来的。他们不只传咖喱包的功夫给我们，还传我们很耐做。如果要 compare 的话，当然他们那一代更强。那我们这一代如果做不来还可以请女佣，他们那一代哪里有请女佣？母亲一直都是美兰的榜样，而除了咖喱饺秘方，她也传承了外婆的精神。外婆在她心中有着非一般的分量。我们对待客户其实也是跟阿嬷学的。Hello， 每个 customer 会讲阿嬷来也是叫阿嬷。所以从我们观察他跟顾客沟通，加上他怎么对待人，I think 我们因为每次跟他接触，我们就慢慢不小心的 inherit 到他的这种美德。拜拜，谢谢。就不要烧出来了哦。不管是对人，然后做生意还是教导，都很好。可能他有他的秘方啊。当然，我们很努力的做的跟他一样 level 啦。我阿嬷的妈妈所讲的，它的亮度真的很好，我们还在学。你是还在学？我们还在学，还不够。亮度还没有他这样好。我母亲很强，就算我爸爸有跟人家借钱有阿龙他都去会帮他 set 的，他会去跟那个人谈判。他讲，如果你们要来打扰我的家他跟你借多少，我慢慢给你。他硬撑这个家，他为了孩子他硬撑。我每次讲哇，我妈妈很棒。我每次跟他讲，你很厉害。我母亲她要过世的时候她有给我一只表，她跟我讲这个是她的提供表。她说你这个表你一定要保存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戴过，
他给我的时候我就收到现在，因为他讲这个表文他没有钱的时候，他就会去当铺当。但是你看他拿去当，你会变心痛？不会，以前公公哎。啊，不懂哎，只要没有钱拿去当，我们有钱有饭吃就好了，没有想说哦，我会撒样这些不会嘞。以前讲真的，家里我最笨的，每个人都叫我大笨。阿嬷的坚强与智慧，成为了指引美兰一家人的明灯。即使阿嬷已在5年前过世，美兰一家还是以不一般的方式缅怀她。那个店里的 icon 哦，是读纪念他的哦。我们也可以常常提醒自己，哎，阿嬷在看哦，不要乱来，这样的意思啦。没有阿嬷这样子，我们也没有今天。So this is to actually remind 我们要感恩啊。正当美兰在为事业打拼的时候，她在2019年却经常出现头晕、冒冷汗，脸色也很苍白。进医院检查，才发现自己的左脑长了一个4公分的肿瘤。哇，我跟你讲哦，伤心。每次我讲到这个，我真的又要流眼泪。觉得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做，还有2个孩子，所以我觉得说，不管怎么样啦，我一定还要活下去。美兰得知自己的脑里有一个肿瘤后，顿时不知所措。对她来说，人生应该还有很长的路。当时没有想这么多，只要先要医生捡回我那条命。其实我也算是幸运，那个肿瘤不是癌症，所以医生说拿掉之后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，可以照常生活。只是脸部一点有点不一样。他刚刚苦字要写完了，开始写甜的时候嘛，他就得到这个病，就哎呀，我们很伤心嘛，我们心痛啊，因为孩子毕竟是我们心头肉嘛。是我陪着美兰去动手术的。其实那天我也是7上8下的。Imagine 那个3个小时就很像3年这样，真的是很难过。我一看眼睛我就看到我妹妹，我就知道我安全，就是我还活得下去，真的很幸运。这样子从那天开始就跟我自己讲，我要继续努力，继续为他们而活，这样子。就是讲手术很成功，也不懂要怎么讲安慰的话，也不懂怎么讲什么东西都不会，就是没事，他其实还睁开眼睛，还可以看着我，讲说他没事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也不懂为什么呢，那时候没有去想说要关店，那时候也是很辛苦啊。那时候他开刀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很乱做度，我也不懂为什么会乱到现在还 OK。他的脸多的力不一样，很心痛啊！可是没有办法，命捡回来了，就算有福气了。在家人的扶持下，美兰很快复原。在休息6个星期后，就重新投入茶餐厅的工作。有什么比你的脸部有什么难看的还要重要？就我今天还活着，还可以站这做咖喱吧。看到家里的人，就他们一直支持我，我自己也要盯我的爹，然后我才可以这样维持下去。
每个星期一是店里的休息日，也是郑家聚会的日子。聚会时，妈妈秀清准备了孩子们喜爱的拿手好菜。在女儿眼中，家里的母亲和在店里工作的母亲截然不同。我的母亲啊，她在做生意的时候，她就是一个，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做，她很 focus， 这个东西就是要这样，这个东西就要这样。其实有些时候太 focus 到，我觉得她不可以玩。可是在家里呢，现在可能我们年纪也比较大了，有时候我们讲她一下，她也讲得通了。说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是她拿藤条追我们，可能现在是，也不要说我们拿藤条追她啦，有时候我们就会念她几句，因为她不爱吃药，不定时吃药。妈妈秀清虽然已经65岁，但她还是照常在店里工作，完全没有退休享福的打算。我暂时还不打算退休，我还会做，我还会帮到我不可以做为止。当你在做工的时候，你忘记你没有力，你那时候没有力，你也是去到那边做工，你的力气是都他会给你的，你的力量自己会来，很奇怪。等到你回到家，你就觉得累了。你在做工的时候不会累，还是辛苦。不过现在辛苦有他要第3代要take over我们就要支持他，我们更要支持他，要支持到他做的比我们还要好了。我会叫我妈退休，她不可以退休，她退休没有人帮我，不是啦，也不是这个原因啦，可以让她继续做。我觉得说，当然很辛苦啦，可是我妈我们都耐得起苦。如果她在家里讲真的也很无聊，她在店里帮我，还可以帮我保持那个开包的水准，那 OK 啊，她天天开开心心。然后我们去店里，我们2个人也是一样，一起沟通，然后吃饭，